此刻，你的灵魂与2025处女座新月的脉搏正在对齐。当你按下播放键，新月能量启动，它像一束极细、极亮、极有秩序的光，沿着你最需要被整理、被清明、被落地的那条路，缓缓渗入。处女座新月不问你要不要大梦，它会问，那么，你愿意把梦拆成一颗一颗可以种下的种子吗？今天，我们以3个层次来看你的显化之路。你的愿望在处女座新月下会以石模样貌发芽，它的结构，它需要的秩序，它等待你做的一点点修正。此刻能量的关键卡点是语言不清、界限不稳、心绪过敏或节奏失衡。3步显化仪式如何启动？以最简短也最有效的方式，把新月的精准放入你的日常。请记得，处女座关于方法，塔罗关于镜子，而你是选择。把需要的拿走，把暂时无感的先放下。任何让你忽然起鸡皮疙瘩、想抄笔记或鼻酸的片刻，就是新月能量在敲你。这一格就是钥匙孔。新月能量启动。这一轮新月的3个关键词：清明、秩序、可复制。清明，看见真正的愿望，不是别人的期待，也不是情绪的代替品。秩序，为愿望留出位置，让时间、空间、身体与人际重新排位。可复制，不是只靠一次燃烧，而是让行动有节律、有回路，能日复一日自己尝。处女座的新月会把模糊变明白，杂变简，散变现。你要做的不是更用力，而是更精准。3步显化母仪式。步骤1：明义 clarify， 把愿望讲清楚。新月只放大被说清楚的事。把我想要更好换成我希望在接下来1个月看见 A 领域有必要的变化，并以 C 方式验证。步骤2：净欲 cleanse， 让愿望有容器。不是大扫除，而是把当下要用的东西留在桌面，其他先退场。身体层面，1日1小静，多喝温水，10分钟的自然光，3次深呼吸。能量层面，关闭非必要通知，让新的排序优先。步骤3：对齐 commit， 在每天固定时间，做一个固定且最小的行为信号，提醒自己我正在路上。它可以小到1行字、1张便利贴、1分钟静坐。目的是把愿望与你的日常连接起来，不为成果，为对齐。选牌引导，在心里静静地对自己说，在处女座新月之下，愿我看见最有效的显化路线，跟着直觉，选择以下3组其一，第一眼就是答案。若2组都强烈，先听最有感的，另一组当补充讯息。第一组，把小胜串成大胜，胜利的节律，团队的祝福，成果的可视化。第二组，太阳穿越而行，更新、决断与宇宙节点对齐。第3组，月光之舟与太阳之心，直觉与行动的双剑对齐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从第一组开始。第一组，把小胜串成大胜，胜利的节律，团队的祝福，成果的可视化。能量主旋律，权杖6与权杖2并列，第一组的灵魂此刻带着校准胜利曲线的任务。权杖6给你既有的肯定或里程碑，权杖2要你把目光从一点推向一面，不是更快，而是更有方向。圣杯3与权杖4在你背后摆放祝福，关系、资源、团队、友谊，这些轻盈的相遇会成为显化的助推器。钱币侍者让你的学习与落地能力回到初心，肯学、肯试、肯把粗糙的第一版做出来。教皇牌映亮了方法，遵循一套可靠的脉络，可以省去许多反复试错。宝剑4与月亮牌提醒你，夜里与心里的噪音才是你今天最大的阻力，不是能力，而是过度思虑。战车牌则说，只要一踏出去，
动能就会接上你的意志。权杖4，钱币9，钱币10把画面拉到可复制的稳定、家庭、资产、长期合作、品牌信任、个人自信。收尾的宝剑王牌像一把言语之锋，清晰、简洁、可传递，是你这轮新月最需要的力量。你的愿望适合如何显化？愿望的形，从单点胜利到可复制流程。权杖6的胜利不是偶然，它需要被转译成方法。教皇牌给你这把钥匙，把你做对的一次拆成3个步骤，2个检核，1种回顾。当你能用宝剑王牌一句话说清楚，你的成果就变得能被合作，能被培训，能被交棒。处女座新月要你把光彩变成秩序。能量的场，让人与事彼此成就。圣杯3与权杖4显示，第一组的显化不是一个人的修行。人际场域正在愿意靠近你，朋友、同事、群组、社群，轻轻地来，一起分享，一起见证。你的愿望会在共同欢喜中长得更快。当你说出进度，战车牌就会为你加速；当你庆祝小里程，钱币9就会被召唤到你身边。节律的拍，先稳，再快。月亮牌与宝剑4提醒，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大声，而是更安静的心。新月的第1周，请允许自己先把节律排顺，睡眠、光照、水分、工作时段的开始与收尾小仪式。当节律一稳，战车牌自然把你带进自动驾驶，不是硬冲，是顺畅。卡点与校准。月亮牌的迟疑，你容易在夜里把事情想成巨兽。其实你要做的只是把担心化成一句话，我明天要完成的只有第1步。宝剑4的等待，你在等更好的时刻，但战车牌说，起步即是好时刻。教皇牌的僵硬，遵循不是僵化，处女座新月要的是先有秩序，再留弹性。做对 80%， 有 20% 是呼吸与修正。处女座新月3步仪式。名义，把愿望说成一个句子，能让陌生人懂，能让合作伙伴转述。境遇，桌面只留3物，水杯、计时器、愿望卡，手机只留工具首页，夜晚只做收尾，不开新局。对齐，每天同一个时间，做一个同样的起手式，点灯，写下今日焦点的1行字，然后开始。时间感与显化征兆。新月起72小时，会出现一个帮你起跑的小支点，可能是讯息、教材、邀请，或一个刚刚好的空档。上弦月约第7到10天，能量抬升，战车牌接管。你会感觉到我可以再多走一段，就在此时把第1个成果对外。满月约第14到15天，权杖4的庆祝，钱币9的自信显形。你可能收到一次实际的回馈，接受度、金流、正向评价。对公满月约6个月后，钱币10落定，一段合作关系被写进长约，一个流程被定义成你的 SOP 名片，对应不同愿望的能量说明。若你关注职涯与收入，权杖6加教皇牌说，市场要的不是你更辛苦，而是你更清楚。当你能说出你带来的3个具体好处，钱币9与钱币10会把稳定与长期带来。若你在学习与考证，钱币侍者的耐心与宝剑王牌的清晰是最佳组合。圣杯3提醒你，别单打独斗，一起复盘的过程本身就是加速器。若你在关系与家庭，权杖4给你仪式感，圣杯3给你共同欢喜。把心愿说成可分享的画面，家与爱会靠过来支持战车牌的动能。第1组的小祈愿，在处女座新月之下，我把愿望说清楚，让秩序护持我。愿我的每一个小步都被看见，被承接，被祝福。愿我所做的能成为可复制的光，也让同行的人一起被照亮。第1组的短肯定语则一连续诵读。
我每天前进一小步，胜利就向我走来。清晰让我被选择，秩序让我更自由。我说得明白，做得稳当，成就自然发生。第二组，太阳穿越而行，更新、决断，与宇宙节点对齐。能量总览，新月启动的日时是清明。当第二组的你进入处女座新月，画面旁浮世，太阳穿过薄云，照现一张仍有擦痕的玻璃。你看见了光，也看见了指纹。处女座新月的本质不是批判，而是让光更干净。太阳牌把你带回核心，你要的是能量、喜悦、自我肯定与明亮的指向。但权杖二指出，你正站在十字路口，手握视野与地图，正在权衡未来两条路的成本与回报。星星牌则把格局拉大，愿望不是单点的成功，而是连续的恢复与长程的信任，更好的健康，更稳定的创作，更自在的展现，更踏实的人际互信。然而，这组的灵魂课题很明显，死神牌与月亮牌并列，命运之轮与世界牌同框。这意味着旧壳必须脱落，黑夜仍会来访，但也意味着节点必将抵达，完成是被安排的。你不是在等一个偶然的好运，你是在与宇宙的节奏对齐。当你承认需要结束的事，该说清楚的关系，应该放下的面具，你就会听到命运之轮那细微又坚定的咔嗒声，齿轮对上齿轮，转动开始。你的愿望在新月下会以和重型发芽。愿望的本质，让我回到我的位置。太阳牌提醒，愿望不是从匮乏出发，而是从活力出发。你想要换工作，改善收入，修复关系，重整身心，其核心都是我要回到我自己。处女座新月提供的，就是让我有日常秩序可依循，早睡早起，可承载的工作节律，清爽的空间，明确的人际界限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很大，你需要一次做正确的一小步，并且能天天复制。愿望的路径，权杖二与恋人牌的选择学。这一组的显化往往卡在我可以，也想要，而且每条路都有道理，于是一迟疑。恋人牌不是浪漫而已，它是价值对准的牌，你选的任何路必须与你的价值吻合。时间如何分配？身体能否承受？关系会不会受伤？你想被看见什么？当你把价值对准说清楚，路就只剩下一条能走，那就是你真正的路。愿望的动力，星星牌与圣杯六的恢复力。显化不是输赢，而是恢复。你不必证明给谁看，你要做的是让你的身体、心、专业与人际关系逐步回到健康的基准线。圣杯六提醒，你会从曾经让你喜欢自己的那件事重新找回动能，也许是画画、写字、陪家人、跑步、读书，某个你擅长的手艺。当你愿意回到让你像你的事上，新月的秩序就会帮你把它变成一个可运作的日常。此刻的关键卡点，死神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多耐心，而是正式告别。死神不是坏消息，它是精准切割。你知道某段角色、某种合作、某个身份、某个习惯，其实在今年已经结束成长功能，在延长，只是在拖延结语。处女座新月让你用秩序告别，结算、交接，说清楚，留白。当你做了结束，命运之轮才有空位插入开始。月亮，情绪会来，但不等于危险。你可能在夜里对自己说，我是不是选错？我这样会不会伤到谁？我可不可以两边都要？新月不会骂你，他会告诉你，先把情绪写下来，说出来，让身体动一动。当情绪有出口，问题才会显形。月亮要你练习一件事，我可以在不确定中先完成一个小确定。权杖九，你已经很努力，现在是修墙，不是硬撞。你累不是因为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的方向在漏能量。
权杖9的画面像守城，强迫了，风就一直钻。处女座新月会让你看到漏、睡眠、界限、承诺过多、没有说清楚的合作、欠自己的休息。如果你先修墙，你会发现同样的努力，回报忽然放大。宝剑7，对自己诚实，不是把自己推上断头台。这张牌在你的牌阵里有2层提醒，不要自欺，也不要自贬。你可能曾经在不得已时用过权宜之计，或在人际上做了模糊说法。新月要你做的是回到清楚，哪里我害怕？哪里我在讨好？哪里我不敢讲真话？一旦承认，你就从脱轨回到轨道。这不是审判，是归位。宝剑3，旧伤在新月下会有最后一次刺痛。他可能以一句话、一次沉默、一场梦的样子回来，目的是让你知道，这里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，只差你愿不愿意把针线拆掉。处女座新月是一把小剪刀，干净、温柔，却很精准。新月能量启动如何作用在第2组？启动点1，太阳与星星同框，看见自己的光，并允许它稳定放射。把你最想被看见的那个版本，用一句话写下来，贴在工作桌或手机待办清单顶端。不是咒语，是我在这里的宣告。当太阳被你唤醒，星星就会帮你在连续的日常中把它变成你。启动点2，恋人与权杖2，把选择从脑内辩论转为价值对准。问自己4个问题： 1. 这条路是否让我更健康？ 2. 这条路是否让我更诚实？ 3. 这条路是否让我更有能量？ 4. 这条路是否让我能长久？4个问题若有3个以上是，你就已经知道答案。启动点3，死神与世界，让结束被命名，让完成被颁布。你不必做一事，但你可以写一段文字。我在此结束 X 角色合作习惯，感谢他曾经给我的3件事。我把这段旅程颁布为完成，并祝福他以新的方式在世界延续。当你命名完成，世界会腾出空位，让新轮运转。时间走势与显化征兆。新月起72小时，你会遇到第一个对的人。可能是愿意倾听你的朋友，愿意帮你调整版面的同事，愿意接收你提案的窗口。这不是巧合，是命运之轮的第1尺。看见就接住，说清楚，约时间，给出你的下一步。上弦月约第7到10天，权杖9变成权杖2。你会从手转位走，也许只是一封信、一通电话、一份报表、一次沟通，但你会感觉我在路上了。此时观察一个征兆，是否出现同步性，你正在想的主题，在人际或媒体上也同步浮现。这是宇宙对你点头。满月约第14到15天，太阳与世界互相看见。你会拿到一个可被展示的小果，一段清晰的话，一份署名的内容，一个被肯定的协作，一个你自己都满意的健康数据。请记得让它被看见，不是炫耀，是确认路径。对宫满月约6个月后，世界落地。一个结构完成，合约签订，合作常态化，身份确立，习惯固化，关系稳定，作品长期上线。你会说出那句话，原来我真的做到了。针对不同愿望的说明。职涯与财务。太阳牌的核心是可见度，处女座新月的工具是秩序。当你把工作成果做成一页可视化摘要，并在正确的时间交到正确的人手里，你就同时启动了太阳与命运之轮。权杖2提醒你，请把我要变好转成2条路的对照表：时间、收入、压力、健康、成长性、开放性。恋人牌让你选择与价值对齐的一条，死神牌把另一条好好告别。世界牌才会把签名位置留给你。
关系与亲密。圣杯6带来旧日的暖，恋人牌带来对等的选择，宝剑3提醒有伤痕仍在，而星星牌说，疗愈会被看见，你需要的是对等的清晰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能给的是什么？你现在不行的是什么？月亮牌允许你在情绪中慢下来，但太阳牌会在白天提醒你把话说出来。死神牌把拖剪开，世界牌把爱安坐在现实里，简单、温暖，但真实。身心与健康。权杖9的疲倦不是敌人，它是讯号。星星牌会把恢复路线投射在你身上，更稳定的睡眠节律，更单纯的餐桌，更规律的光照，更清爽的工作空间。处女座新月不是要你逼自己做完美饮食，而是要你做3件能天天做的小事。当身体的秩序回来，太阳才会真正明亮，而不是被焦虑的火炬取代。阴影与光，如何与卡点共处？阴影，我害怕选错。光，把选择换成对齐。与其问哪个比较不会后悔，不如问哪个更符合我的价值。一旦对齐，迟疑自然减少。阴影，我无法结束。光，在处女座新月下，结束是礼貌。你不是背叛任何人，你是让自己与对方都有下一页的空位。你可以写一封感谢与结束的信，留在自己手里即可，让心先完成仪式。阴影，我怕自己又累到不行。光，请先修墙，再上路。把漏能量的地方用清单写出来，选一格修补。秩序不是控制，是让你不再流失。阴影，我曾经犯错。光，承认就回到了正轨。处女座新月不责备，它让你写下一句话，我愿意用更清楚的方式行走，然后你就走了。处女座新月3步仪式。明意，把你的愿望浓缩成一行话，目的不是燃烧，而是辨识。力，我希望在这个月，把我的身体节律调回到早睡早起，并恢复稳定的工作节拍。境遇，在你最常待的地方，移走3样不必要的物件，留下光水字。一盏清亮的光，一杯清洁的水，一张写着愿望的一行字。它们会让太阳与星星同时在场。对齐，设定一天里固定同1分钟的微对齐行为。例如，每天8点08分坐下来，写下今天想前进的一件小事；每天22点22分关灯前，写下今天值得感谢的一句话。你是在与宇宙报平安，我还在路上。第2组的新月祝祷语短肯定语。祝祷，在处女座新月之下，愿我的光被我自己先看见。愿我用清楚的语言、善良的决断、坦白的结束，为新的章节留出位置。愿命运之轮在我勇敢而温柔的步伐中发出对齐的声响。愿世界为我腾出名字，让完成得以安坐。短肯定语则一连续21天。我选择与我的价值对齐。我允许结束，也拥抱开始。我值得被看见，且准备好了。我每天都在恢复，并因此更强壮。我把光带回身体，把秩序带回生活，把喜悦带回工作。延伸解说，为何新月能量启动对第2组特别关键？当太阳、星星、世界同时出现在一个牌阵里，它传达的是长线的更新完成，不是一时的高峰，而是结构的变好。处女座新月的秩序，恰恰是把结构调回健康的最佳时点。死神与命运之轮的贡献，像是拿掉老旧齿轮，装上新齿轮，重新加油，系统运转。你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感觉到我在重生，但重生不是从废墟爬起，而是从心里那个简单的生活开始，睡得好，吃得简单，说得清楚，做得踏实，爱得明白。当你把这4、5件小事排顺，宇宙会把那条你找很久的路照亮。第3组，月光之舟与太阳之心，直觉与行动的双剑对齐。
能量总揽，内在水域的潮汐与心中太阳的跃升。第三组的能量像一艘夜航的舟，女祭司掌舵，月亮提供潮汐，太阳在远方为你指明航线。这是一组由内向外显化的牌阵，你的愿望其实早已在心里成熟，只是一直等待合适的语言、相应的伙伴，以及你对自我价值更稳的承认。圣杯2强调的是互应，你与自己，你与世界，你与一位关键伙伴之间相互看见、相互扶持的关系。圣杯10与圣杯6把场域拓展为情感共同体、家族、老友、灵魂家人、相似理念的社群。你的显化往往不是单点成就，而是一起到岸。教宗牌在此不是外在规训，而是灵魂学院。你已累积足够直觉与生命洞见，现在要把它转译成可以分享、可以传承、亦可专业化的语言。权杖6说你会被看见，力量牌说你要以温柔的坚定，让自己的光稳住。圣杯3说你最好把某些成果公开庆贺，因为分享是你的能量放大器。唯有宝剑8提醒，你不时会让自己被看不见的规则捆住，这些规则是怕打扰别人，怕太高调，怕不被理解，怕不够资格。处女座新月来打开的正是这道自设的门，你的愿望在新月下会以和重型发芽。愿望的本质，把我知道转为我能说，我能做，我能传。女祭司与教宗牌同框，这是一条从内在知识、直觉、洞察、不可言说到外在知识传递、具体、可学习的桥。你的愿望也许看起来是工作、爱情、健康，但核心其实是表达与承接，让内在所知被世界承接，让世界的回响被你温柔接住。太阳牌在此扮演转译器，把深水的知化为光线的说。愿望的场域，情感共同体的滋养与见证。圣杯10与圣杯6提示，这波显化需要安全场，你愿望的生长依赖于某个愿意与你诚实对话，愿意分享彼此经验，愿意彼此祝福的亲密圈。不是大规模的曝光，而是小单位的深度关系，不是一场轰烈的胜利，而是以彼此的真实为核心的前行。你并非孤独地站在台前，你更像提灯者，带着一小群人一起走。愿望的路径，先内在对齐，在外在放大。女祭司与月亮牌教你听身体与梦，听无意识的讯号。太阳教你在白天说出可落地的句子，力量牌教你把直觉与气场合而为一，权杖6才把你推上可见度。这条顺序不能反，先对齐，再放大，先安后强。处女座新月正提供秩序感，让你把这些步骤排稳。此刻的关键卡点，写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不是内容不足，而是允许不足。你脑中有海，你舌尖却无言，因为你总在替可能的反对声练习辩解，却忘了先替自己练习允许。允许我现在的版本既不完美，也已足够。允许我用我的语言而非他人语言。允许我以一个正在成为的人的身份站上台。宝剑8不是外在铁牢，而是内在的不敢。新月要你练习一件小事，把你最想说的一句话写下，读给身边最懂你的人听。这一步只为破壳，不为完美。怕高调，怕抢光，不是谦逊，而是旧伤的代名词。过去也许有人批评你太敏感、太理想、太感性、太梦幻，于是你把光降到最低亮度。但女祭司与太阳牌在这里组成的讯息是，温柔的光也可以照亮房间，你不需要刺眼，你只需要稳。力量牌提醒，真正的力量是收放有度，而不是收缩或爆裂。温柔中带坚定，坚定中留空气，这才是你的调性。新月能量启动如何作用在第3组？启动点1，女祭司与太阳，夜司与日炎的对位。
在夜里做接收，白天做表述。夜里，你记梦、写直觉、听身体；白天，你把夜里的材料浓缩成一两句可落地的语言。这种日夜分工，让内在与外在各得其所。处女座新月给你最好的秩序，晚上不要逼自己产出，白天不要把产出当审判，夜间收集，白日呈现。启动点2，圣杯2与圣杯10与圣杯3共同体显化的放大器。把愿望说给一位呼应者听。圣杯2，在一小群支持者前，用一段可传的话说清。圣杯3，瑜伽，家人心之归处，做一个小小的承诺仪式。圣杯10，第3组的显化会在被看见而不被屏蔽的空间里加速。你需要的不是舞台，而是围坐的火光。启动点3，教宗与权杖6与力量，把直觉变成教法，把教法变成可见度。你天生有将经验提炼成方法的气质。教宗，当你把它说成3段5点、一幅图、一页摘要时，权杖6就会把你推到前排，不是因为你抢，而是因为你能帮。力量牌要你做的，是在被看见时仍然维持你的呼吸频率与说话节律，不跟风，不失速。你的一致性会是人们信任你的原因。时间走势与显化征兆。新月起72小时，梦与巧合。你会在梦里、灵感笔记或路边某句话中收到要表达的关键句型图像。隔天用太阳的语言把它写成一句可分享的话。征兆包括收到老友来讯，看见与你愿望关键词同名的书封，在不常去的地方遇见熟悉的人。上弦月约第7到10天，第一次被看见。你会获得一个安全的场域让你呈现，小型分享、内部会议、社群贴文或2-3人的圆桌。权杖6会在此刻出手，将你的安定与清晰送上前景。你感到心跳加快，但不恐慌；你感到能量拉直，但不僵硬。这就是力量牌正在运作。满月约第14到15天，关系祝福落下。家人或最亲密的人会以某种方式示意支持，一句肯定，一次参与，一次出席，一份实际支持，甚至是一个放心吧，你去。这是圣杯10的场域在回应你的诚实与稳定。此刻记得让太阳说出感谢，不是客套，是确认你与共同体的连结。对宫满月约6个月后，方法与身份被安置。你的方法会被命名、被复制、被引用，你的身份会被领域认出，这件事找你是对的。你会发现，女祭司的直觉与教宗的教法不再是2条线，而是合成一条稳固的道路。对应愿望面向的深度说明。那在修复、身心整合。女祭司与月亮牌说，你的身心正在进行一场微调复健，不是重建，而是调回正确的频率。你会在简单的作息、安稳的陪伴、小量持续的创作中看见恢复力。太阳牌是你的能量指标，若你一天里有2到3个时段觉得我喜欢此刻的自己，代表你的修复正在发芽。情感与关系。圣杯2与圣杯10说，对等的看见与诚实的承诺，会带你越过月亮的游移，走进力量的安稳。第3组的关系显化不是靠轰烈与试探，而是靠一句句说清楚与一次次可信任。当你把我在乎的与我能给的分别说出，权杖6会在对的场景安排你上台。职涯与表达。教宗与权杖6的共振告诉你，你被需要，因为你的方法能安定人心。你的显化不是短线高光，而是长线口碑。当你把你的方法做成简单、清楚、可传授的单元，太阳牌会让你被更远的人看见，力量牌会让你在被看见时不失去身体的节奏。阴影与光，第3组的特有对话。阴影，我怕我还不够资格。光，请把资格换成一致性。
你能否在3周内持续做自己认为重要的小事？你能否在面对别人的疑惑时，仍用你相信的方式回应？一致性比标章更早建立信任。阴影，我怕我太感性。光，你的感性是桥，而非负担。当你把感受转译成对他人有用的洞见，感性就变成方法。你祭司不是脆弱，而是精准的接收器，教宗让接收变成路线图。阴影，我怕我太高调。光，权杖6的可见度不是自我吹捧，而是服务的副产品。你把有用的东西做成任何人都能学的单元，被看见就会自然发生。处女座新月3步仪式。名义，把愿望写成我希望给世界的礼物，而不是世界欠我的安排。例，我希望在这个月将我在 X 主题的动线说成3段，每段5点，分享给正在此路的同行者。境遇，在你最常说话的场域，放上一张照片、一件物件，代表你的初心与愿望。每次说话前，先看它3秒。让女祭司与太阳在你心内对齐。对齐，设定白日的一句话时刻与夜间的接收时刻。白日说一句可落地的话，夜间只负责接收，不负责产出。日夜的秩序是新月送你的护栏。第3组的新月祝祷语短肯定语。祝祷，在处女座新月之下，愿我的直觉有容器，愿我的光有节律，愿我的声音有方向。愿我以温柔而坚定的步伐，让诚实变成路，让方法变成光，让爱在我与世界之间往返流动。短肯定语则一连续21天。我允许我所知道的被世界温柔看见。我的感性是桥，我的语言是光。我以一致性建立信任，以节律承载能量。我与共同体呼应，并在呼应中壮大。我每天都在把自己带回自己。总结，处女座新月的显化引擎，秩序是容器，清晰是燃料，节律是马达，见证是放大器。秩序是容器，愿望没有容器，就像水没有杯。处女座把容器海你，干净的桌面，固定的时间，身体的日夜，对等的人际。清晰是燃料，愿望越清楚，心越放大的幅度越大。把想要变好换成希望哪里，怎样变化，如何验证。一行字，足够。节律是马达，显化不是短跑，而是节律。固定时刻，固定起手势，固定收尾句，让愿望与你的日常连上电。见证是放大器，把小国与同行者分享，让彼此互为镜子，互为证人。当愿望在共同体里被看见，它就走得更远。2句话显化仪式。早晨2句。今天我选择在领域前进一小步，我的焦点是具体小事。我允许秩序照顾我，也允许喜悦找到我。夜间2句。今天值得感谢的是 ABC， 我看见自己做到了小事。我把未完成留给明天的我，并允许梦为我带路。你可以把这4句抄在卡片上，新月第1天起就用。白日与黑夜像2位可靠的船夫，轮流撑着你靠岸。28天能量走势。第1到3天播种窗。身体与空间的秩序感最重要，愿望只需1行字，不需宏大誓言。征兆，刚好有人问起你的目标，刚好有一个清晨空档，刚好看到一篇对的文章。第4到7天发芽窗。开始感到节律在身体安坐，做事较顺。征兆，小人物完成感，注意力回来，想分享给某个人听。第8到10天上弦月，推进窗。能量抬升，是第1次外显的好时点。征兆，被点名，被邀请，被看见，或你主动想要丢出去。第11到13天打墨窗。把前段的杂音收束，留白一点。征兆，想修稿，想整理，想美化流程，别过度，
刚刚好就行。第14到15天满月，呈现窗，做可见的小成果呈现，给人，给自己，给宇宙。征兆，回馈，肯定，金流，名字被提起。第16到21天稳定窗，把成果变成可复制的单元，把流程写成备忘。征兆，想建立 SOP， 想交接，想长期化。第22到28天收束窗，收尾，整档，致谢，为下个新月让路。征兆，自动想复盘，想感谢，想休息，允许自己慢下来。同步征兆字典，看到就知道你对齐了。重复数字1111对齐，1010结构，1212学院，2222合作，3333传递，4444稳固。声音与词汇，流程，节律，清理，校准，交接，长期，可复制。人际征兆，老友回流，陌生人一句刚好的话，关键窗口主动回讯。身体征兆，白天精神回来，夜里梦更清楚，想把房间某个角落清干净。处女座新月常见提问 FAQ。 Q1， 我有2个完全不同的愿望，会不会互相干扰？ A， 看他们是否共享同一套秩序。如果2个愿望能共用同一每日起手式，就能并行。若秩序违背彼此，如同时需要大量夜间精力，请选一个，另一个则下个新月。Q2， 我很容易半途而废，怎么办？ A， 你不是缺自律，是缺回路。把行动做小，做固定，把小果让人见证。当行动与见证形成回路，动机才会慢慢由内而生。Q3， 我没有任何支持者，还能显化吗？ A， 可以。你的第一位支持者是秩序。当桌面、作息、语言对齐，你会自然而然看见第一位人类支持者，通常在前10天就会出现。Q4， 我怕看见真相，因为怕改变太大。A， 处女座的新月不要求你大改变，它只求你承认第一个小真相。当第一个真相被承认，后续的变化会以你能承受的节律发生。Q5， 我想要财务提升，这轮新月适合吗？ A， 适合。处女座新月以可复制与可视化的方式放大财务、成绩单、SOP、周期化的金流检视。一切可以被看见的东西，才容易被对方采信与放大。新月祝祷，在处女座新月之下，愿我的愿望被我自己先说清楚，愿我的身体记得秩序，愿我的房间给出位置，愿我以一个小小的动作对齐宇宙的节律，愿我在被看见之处仍然保持温柔与真实，愿每一份努力被承接，每一份成果被分享，愿我的光不必刺眼，也能照亮我与身边的人。短肯定语库挑1至3句，连续21天。我把清晰放在前面，把焦虑放在后面。我的秩序让自由有根。我说得明白，做得稳当，成就自然发生。我选择与价值对齐，而非与恐惧妥协。我允许结束，也欢迎开始。我每天都在恢复，并因此更强壮。我允许我所知道的被世界温柔看见。我以一致性建立信任，以节律承载能量。我的光不必刺眼，也能照亮房间。我把爱放在方法里，让方法常成光。简约祭坛设计元素：一盏青灯，一杯清水，一张写着一行愿望的卡片。位置：工作桌左前或床头右侧。仪式：新月当晚点灯，读愿望，静坐2分钟，满月当晚说感谢，记下一件收获。意义：灯代表清晰，水代表流动，字代表对齐，三者同在，愿望有容器可住。显化语言学：把抽象愿望翻成新月听得懂的话，把更好换成哪里好，怎样好，
如何验证？把要努力换成每天固定时段加最小行为。把怕失败换成允许修正，每周复盘。把快成功了换成下一个可见的小成果是什么？跨组共同提醒。第一组，你的胜利不是偶然，请把它变流程。第二组，你的选择不是两难，请把它变对齐。第三组，你的直觉不是私密，请把它变语言。而你们共同的功课是，把秩序当容器，把清晰当燃料，把节律当马达，把见证当放大器。新月已经点亮，而你要做的，只是把灯放在要前进的那一格。收束语：如果这支影片的塔罗解读与新月能量启动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你的牌组、你的一行愿望，以及你愿意对齐的那个最小行为。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正在整理生活、渴望把愿望落地的人。记得订阅与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会在每一轮新月、上弦、满月、下弦，持续为你带来清晰、秩序、可复制的显化镜子。愿你带着光，带着方法，带着彼此的见证，走在属于你的道路上。